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玄子。如果你是这几集都有跟上的老朋友，应该已经慢慢感受到这半年来的主轴越来越集中在三件事上：一是资本市场的真相剧本，二是经营的战略性价值，三是新金融系统的上线。然而今天这一集，直接帮大家打开白银真相的底牌，顺便帮大家破除一下最近有众多关于这 BTF 的盲点，就是高速公路还没真正开始营运。最近市场一堆人看到这 BTF 通过就高潮，以为明天就会喷到3位数、4位数，结果呢？爆仓的爆仓，赔钱的赔钱，为什么？因为 ETF 通过，不等于 SERP 开始赚钱。小玄子用一个超好理解的比喻来讲，我们把 SERP 比喻为未来全球金融的高速公路。要建高速公路，政府会把工程切成不同路段，比方说台北段交给 A 公司承建，台南段交给 B 公司承建，然后桥梁、隧道给其他公司处理。这就像现在金融机构、清算机构、银行，还有 Ripple、ETF 发行商一起参与建造SERP的全球清算层。那高速公路什么时候开始赚钱呢？很简单，不是工程发包时，也不是桥梁盖到一半时，更不是工程全部完工的那一天，而是高速公路完工、直通车、正式开放民众开始刷 ETC 的那一刻。当你听到 ETC 第一声 B， 钱才真正进来，才开始回本，才算营运。那你可能会问，那SERP目前在什么阶段呢？答案很清楚，SERP正在最后道路铺设加试通车阶段，也就是高速公路的主要车道已经铺好，Ripple 技术成熟 ，Auto 网络成型，交通号志正在安装，各国监管框架逐渐到位，政府验收中，美国法院诉讼已结束大半 ，Ripple 已正式合规，路线图公布，未来营运公司就绪 ，ETF 银行上链 ，ISO 20022全面铺设。以上所说的这些都已完成90%，但是还没到民众正式上路，开始收过路费的时候，SERP 尚未被全球央行、大银行当作主流清算管道的大量使用。换句话说 ，ETF 通过只是工程验收中的其中一关，所以真正的爆发是在金融流量开始走上SERP公路时。所以现在买SERP的人做的是慈善事业，是来帮助承包商吃建设期的早鸟成本，吃不到营运期的过路费现金流。所以不是早起的鸟也有虫吃，而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这就是为什么说 BTF 通过后，价格仍然不动如山，因为现在不是营运期，现在还在铺路。总结一句话 ，ETF 是验收，不是营运。当SERP真正上路的那天，才是大家期待价格爆发的时刻。但在进入今天的白银主线之前，我先插一段，这段真的很重要，你一定要听清楚。还记得上一集小玄子跟大家说，我自己给SERP的进场心理价位，大概抓在$1左右。当时可能有人觉得，小玄子，你是不是太保守 ？ETF 都过了，怎么还在等？但现在回头看，这个价位真的有可能实现，而且关键不在SERP本身，而是在白银。因为白银不是单纯涨价的问题，当白银出现那种失速式上涨的状态，我说的是短期突然拉很快的那种，通常代表一件事，就金融体系开始出现结构性裂缝。历史上每一次，当实体资源价格开始脱离子金融控制，背后代表的是信用不被信任。此合约不被相信，市场开始要争东西，而白银正好是工业、军事、金融交界点的那个爆点。如果接下来白银出现一段很强的加速拉升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不是只有白银在涨，而是整个旧金融秩序在松动。旧金融一松动，第一步是全面避险，股票跌，债券失效，杠杆资产被迫去杠杆。第二步，加密货币往往会先被一起杀，不是先喷，是先跌。比特币被当高波动风险资产卖出。比特币一跌，其他币不用怀疑，全部陪葬，所以SERP也不可能独善其身。所以你如果问我，小玄子，为什么你不急住追SERP？答案很简单，我在等旧金融最后一次恐慌抛售的时刻，那个时候SERP才可能被打回真正的建设期价格。你现在看到的 ETF 利多新闻，都只是高速公路验收阶段的新闻稿，真正让SERP价值被低估、被错杀、被抛售的，反而会是旧金融体系崩裂的那一刻。总结一句话，白银暴冲，不是牛市狂欢，而是旧秩序的警报声。SERP的黄金进场点，很可能就藏在那次警报之后。所以小玄子不是在等价格，我是在等一个时代的切换点。好，回到今天的主角，白银。说真的，这一集资讯含金量，或者应该说含银量非常高，建议你影片看到最后，不然你只会看到热闹，看不到门道。半年前小玄子有请大家要布局黄金跟白银，到目前为止，相信大家的获利应该都还不错。先来个官方大招，美国政府正式把白银列为关键矿物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等于帮白银价格下面加了一个国安底价。从今天开始，
白银已经不只是商品，它变成战略资产，跟能源、晶片、稀土一样的重要。过去市场上常说白银价格被压得不合理，现在你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人要长期做空白银了。你知道白银过去10几年在 COMEX 市场被做空到什么程度吗？历史最大的空单集中度，一半在美国，一半在欧洲。但真正的空单背后不是投资银行，而是军工复合体。为什么？因为白银用在哪？高科技武器、飞弹、卫星、电子干扰、无人机，每样都要白银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国防承包商，你会希望用多少钱买到白银呢？当然是越便宜越好。所以过去长期压价，其实就是军工系统在偷资源。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来了，市场上的纸白银跟实物白银严重脱钩。目前市场上未平仓合约大概是21盎司白银，但真正可交割的实体白银呢，只剩下1.41亿盎司，等于有20个人排队想领货，但仓库只有1人份的货。这就是典型的金融空转，也是整个白银体系的阿基里斯腱。而且现在开始有大资金不玩纸白银了，直接要求实物交割，结果导致 COMEX 仓库被抽干， SLV 的 ETF 白银也被锁住，甚至传出有人试图一次提走400亿美元的白银，结果伺服器整晚挂掉。你以为只有散户关心白银吗？我们来看看印度这个国家，在过去4到5年，进口超过8亿盎司白银，而中国自己是第2大产银国，还飞去秘鲁、墨西哥抢矿石，直接出比西方高1倍的价格。沙烏地阿拉伯透过买 SLV 份额，做到能合法提实物。俄罗斯是直接把白银纳入国家战略储备。然后根据石油会因斯处的数据，过去6年，白银每年都有2到3亿盎司的缺口，总共累积超过15亿盎司。更夸张的是，军事用银还不计入供需表。这代表什么？缺口其实比你想的还大。而且白银不像黄金那么容易回收，一只手机只用1点银，根本没人要回收，等于这些白银用了就没了。这是一个正在被地球消耗掉的战略资产。所以小玄子在前面几集说到，白银未来的涨幅大几率能超越黄金的根本原因。那你知道现在谁在喊买黄金跟白银吗？不是我们这些所谓的 KOL， 而是主流机构投资长本人。摩根斯坦利说，以前建议的 60% 股票每 40% 债券的投资配置已失效，现在要加码贵金属。BofA 的配置建议 25% 贵金属，而债券之王 Gundlach 说，要持有 25% 黄金。为什么小玄子会在这一集用这么大篇幅讲白银？因为白银这次真的不是炒作，而是工业用量不可逆，军事价值会越来越高，开始被各国列为国安资产，实物需求暴冲。如果你只存美元，未来很可能会破产。你不是逆向投资者，你只是体制的受害者。未来各国会用自己货币交易，但是会用黄金跟白银来清算不平衡，这不是幻想，这是已经正在发生的全球新秩序。以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这集大家真的要好好消化一下，听懂的朋友有机会帮你创造数倍的财富。最后老话一句，风险是留给没准备的人，机会是给看懂的人。投资加密货币与其他金融商品都具有一定风险，请各位朋友务必自行评估风险。我是小玄子，朋友们，我们下集见。